好，我们要讲的是呢，现在美国内部是什么样的状态？美国内部现在是看到川普，心里面想说看到马斯克更生气，所以呢，现在有一个游行，这个是呢，在美国甚至在欧洲100万人走上街头，反的就是马斯克。看看这个画面吧，这个呢其实是全球100万人上街头，然后呢1400场的游行，说 hands off， 通通呢把手拿高高，要求的是拜托你不要再玩了好吗？把你的手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目前呢，其实川普跟马斯克，大家很难把这2个人给拆开来看，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决策大家都认为他们应该就是一起的，而且呢，他们讲什么？我觉得那个标语最有趣的就是企鹅反对关税啦，因为这一次他课税，连一个无人岛上面只住企鹅的，他都给人家课关税，大家就想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目前瑞士其实呢，它也是一样被课了重税，他就想问你，不是说是逆差的问题，然后不是说没有关税就互等对等关税吗？啊，我对你明明就没有课关税啊，甚至我还帮忙你创造就业，为什么我所有的什么手表啊、巧克力业这次也通通被课税了32%比欧盟还要来得高，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其实不是只有他们，还有谁？英国人更难接受，我们不是同宗吗？怎么会这样？你现在对我课10%的关税，所以他们的 Jaguar 现在已经呢要暂停向美出口1个月了，而且呢他们是汽车业，所以25%的关税要来讨论怎么样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影响。美国的商务贸易呢现在已经海削了各国10兆台币，但是问题来了，你以为你是海削？川普讲的，我帮你现赚现金流，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左手付出，右手付出的可能会更多？目前这把大刀呢，其实还包括了这个德国的总理梅尔兹。好。他上任之后呢，他现在就在讲了，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其实已经呢让他们内部有陷入一个僵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到底你要不要跟中国有更多的一些关系存在？毕竟他的上一任好像在这个部分上面绑手绑脚没办法做嘛。可是当川普大刀迎来的时候，其实你该思考的是怎么样维持你的平衡感。所以呢，他们计划要从美国金库运回1200吨黄金吗？原因是因为德国的储备量呢，说是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那如果华盛顿不可靠，是不是拿回家放自己家会比较可靠一点？其实呢，大家一直在讲了，当右派崛起的时候，意大利这边梅诺尼先前不是跟川普很好吗？所以呢，他就直接讲了，不要反击啦，人家不是讲了吗？反击会被打得更痛，所以我们保持冷静好吗？不要伤害所有人，我们不要采取任何的报复性的关税。好，同时呢，马斯克也讲了，希望我们彼此之间是零关税的。他是在意大利一个右翼的活动上面讲这句话，但大家想问的就是，这2个人的讲话，你现在可以相信吗？他现在真的有办法代表川普吗？其实美国呢，现在无差别攻击，不是只有对他的老祖宗英国，包括了他的兄弟加拿大，同样被课高关税。目前卡尼已经说了，绝对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软木的关税呢，即将要上路了，一路从14.54%上调到34.45%，你就可以算一下这一些的部分到底对于美国的商人影响会有多少。好，同时呢，加拿大的反制包括什么？包括说地方政府呢开始展开行动，酒品下架，大家开始 boycott USA， 包括了马斯克旗下的那个 Starlink 星链合约，要取消了，甚至呢特斯拉的退税计划、补助计划，多伦多市对于它的补贴、共乘服务的补贴，通通都要暂停。也就是说，你当对我出手的时候，你都打我了，我还要右脸给你打吗？还是我决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才会害怕？回过头请教一下彬哥，哪一个逻辑到底才是对的呢？现在所有的人其实最希望的就是高抬贵手吧，把手拿高高吧，不要再让这个世界乱了。对，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不知道川普到底想要进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到底只是他唬人，然后逼迫各国去跟他谈判呢，还是他真的就打算要征这么高的关税，一路征到底？还有下一波啊，药跟晶片啊。是啊，所以他到底打算做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川普前2天也说，他的政策永远不会改变。是。那如果他真的政策永远不会改变，那恐怕世界就要准备迎来经济大萧条。因为
刚刚小店长也告诉大家了，这个你如果大家重新回到各国关税壁垒的话，那就是重新面临经济大萧条。对，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欧洲这些国家有几种策略，一种就是他们重新加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已经跟美国可能要开战了，我不能再跟中国大陆也开战，我不能同时两面作战，所以我至少要跟一方维持还可以的关系。所以他虽然不至于说会跟中国大陆发展非常紧密的关系，但至少会相对缓和。因为现在在这个时候再去跟中国大陆同样也做贸易战的话，实在太过危险。那可是呢，欧洲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同一个国家，所以它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声音。那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就不要抵抗嘛，放弃抵抗，美国自然而然就会放过我们。可是真的会吗？未必啊！你看瑞士什么也没做啊，就被川普弄得这样七荤八素的。所以川普到底想干嘛？这个是很头痛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他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逻辑。像那个无人岛，其实它是有那个还是有逻辑的，因为有人会利用那个无人岛去做空投公司，你知道吗？然后公司涉及在那边，对，他怕有人从那个地方逃漏税，所以他就故意在对那个地方实施关税。当然不是为了对企鹅征税啊，企鹅也缴不出税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观察，就是是不是有国家去跟川普谈了之后，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反应出现。是，比如说越南、柬埔寨现在都已经投降了嘛，说要零关税嘛。那接下来美国会不会降低对他的关税？因为川普现在还没讲，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川普只说他跟那个越南通了电话之后，好像获得一个重要的进展。对，那到底是怎么样就不知道。就接下来看他下一步是不是会降低越南的关税。如果降低越南的关税的话，那就表示双方是彼此有回报，你愿意降关税，他也愿意降关税。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国家可能就会企鹅效尤，就大家一起降关税。但是，真的会这样吗？他降关税降的幅度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恐怕也是大家要观察的一个重点了。那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当然没得选择，他就只有跟川普硬干到底。那可是对其他国家来说就很难讲。那欧洲现在最伤脑筋的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采取同样的步骤？整个欧洲一起这样做，还是个别国家个别谈个别的？这个恐怕就是个问题啊。那如果是个别谈个别的话，那欧盟以后还算是一体吗？这个也是个大问题啊。那加拿大当然从头到尾都很硬，而且他们现在是直接发起了反美的风潮，所有美国的东西我一概不用，连可乐都不喝你的，我们喝我们加拿大自己的可乐。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川普接下来会对加拿大出招到什么地步，就值得观察。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我们被川普征了32%的税，然后接下来晶片、药品他又要课税，台湾逃得掉吗？恐怕都逃不掉。那请问我们怎么办？人家都积极在谈，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谈？能不能见到人家？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其实与其叫我去担心欧洲，我更担心台湾未来的处境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也有可能就想说，因为全部联电也要去了嘛，就大家都去美国了嘛，所以也没有关税的问题。但台湾人要担心的就是，当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产业还留在这边，走不掉的要怎么办呢？人家其实加拿大、欧洲，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盘算，他会告诉他的国民，我现在是走什么路线。台湾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路线是什么啊？但是请教介大使，欧洲我们刚刚就讲欧洲。其实欧洲里面各个都不一样啊。欧洲如果真的大家都不一样的话，那还只拿欧元吗？对，欧盟它是这样子，它最早的整合就是一个关税同盟了。对啊，关税同盟就是说它联合在一起后，内部关税同盟这个同盟里面彼此都零关税，对外是单一关税。所以就变成它这个已经把关税的谈判权它已经授权给它的这个执委会Commission。那执委会事实上问题，他在决定关税的，还是要跟主要相关国家来谈，因为这个关税对于这个会员国造成的冲击是非常不平均的。是，比如汽车业的话，对这个德国影响就等于说非常的严重，可是对葡萄牙就没有影响。你听过葡萄牙有出产汽车吗？可是问题他们就要同一个鼻孔要出气了。当然大国是比较大的会员国，它是比较有发言权的。那不过在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对这个欧盟的这个整个的课征20%这个基本上可以退的可能性是比较小，因为欧盟也是赚美国钱比较多的，也是，大概将近2000亿美金，在去年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贸易顺差对美国是2000亿美金，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是一个大概是重点打击对象
你如果赚的少一点的话，你就排后面；你赚的多的就是重点打击对象。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欧盟事实上的话，它这个本身啊，它跟美国在经济上很多的冲突哈，都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那这个川普一直想要跟欧洲谈，可是很难谈，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所谓的社会价值。所以社会价值就比如说，欧盟是不准这个基因改造的产品进入到欧盟的市场，那美国很多都是基改食品啊，所以就美国人认为你这就是一个什么？你就是一个非关税贸易障碍，美国也会谈。另外一个就是说，欧盟它的这个公平竞争委员会是很犀利的，他不太喜欢你垄断的产业，对，在美国进行着，在欧盟市场进行垄断。所以像这个 Microsoft 它这个作业系统，还有像很多这些很多大的这个，比如说 Apple 他们都被认为他们是有垄断的嫌疑。他那个充电器那个时候也被罚了嘛？对，他都有垄断的嫌疑，对不对？Apple 你人家卖的好的那个 APP， 你就把它 include 进来，对不对？你是不断的兼并嘛，你小的公司很难跟它竞争，所以他们这些在美国、在欧盟都受到很大的这些很大的这一些打击啦。所以就川普是要这个跟欧洲谈，可是这个很难谈，两边这个是意识形态差别，所以你要照川普的意思要谈这个的话，欧盟可能很难谈。另外一个就是说，川普要的是他不是在乎，他真正最终结就是要把制造业引回美国。是他认为就欧洲把美国的很多汽车业、制造业的这些产业把它怎么样打垮了，所以他要把欧洲的车挡在外面，让美国的本土制造车业有机会再站起来。所以其他产业石化也一样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欧洲愿意去，你比如说像欧洲的这些大的石化产业愿意去美国去投资，大概还有可谈。所以我觉得欧洲这一块基本上对美国来讲，我觉得它不太容易让步。那欧洲也很可能的话，它也找不到中间路线。你要川普降税，可能你不做让步是很困难，是很困难的。是，所以要让，但要让到什么程度他才会满意呢？来请教小舰长。我们看到有关于黄金的这个部分，黄金的投资跟别的投资最大的不同，是因为它没有股利那它也没有利息它什么都没有，那它唯一的获利就是靠价差。那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德国它准备要把它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一些那个金库里面的黄金，准备运回德国嘞？那德国说的，德国果然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他说这是他把他的黄金储备，然后拿到法兰克福之后，他未来如果发生什么样的需求的话，他可以立刻的换成美金。你确定他要换成美元吗？你确定吗？还是他要换成其他货币？因为美元太不可测。那他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话，他到时候要换的时候，美国让你换吗？美国一定透过各种的外交压力不让你换。那所以他现在要运回去，他的储量到底有多少？其实它是世界第2大那它有37%放在我们刚刚讲到纽约，那其实呢有1236公吨，价值1130亿欧元，所以这个价格非常的高那它这样做也就是什么？简单来讲，对美国、对川普的不信任。那这一个不信任呢，也不只有我们看到德国有，那其实整个欧盟都是如此。不过，这又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另外一个战略机遇。为什么这么说？也就是之前拜登最厉害的，也就是团结一大堆盟友，然后来对抗中国大陆。那但是现在因为这种种，无论是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或者是现在对于关税的问题上，大家开始分崩离析。当大家分崩离析的时候，今年2月，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他讲了很重要的话，他说他把欧洲始终视为那个多极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极，然后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那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也就是中国跟欧盟这个他们之间建交50周年之后，现在正是一个最重新弥合的一个最好的机遇。这个其实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它在战略的考量上面，可能跟美国非常的不一样。这个也就是我们在2个礼拜之前，大家都在谈乌克兰，现在还有人在谈乌克兰吗？已经大家都忘记乌克兰了。可是美国不断的强调它对于矿产协议的部分，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矿产正好弥补，他认为啦，正好弥补了有关于中国大陆管制的部分。那这个就是中国大陆战略的高点开始出现。好，其实呢，大家都以为这个关税战一开始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关税战应该是对中方来的吧？好，所以中方有所准备。但后来呢，他的盟友才发现，天哪，这没有只是对中方来啊，这个是无差别攻击啊。不过回过头，等等要带你来看到的是，除了关税之外，美中之间科技战你也别落下。等等告诉你。好，一会儿来看到的是美中之间的科技战。现在呢，美国来了一位大使啊，什么民间大使，来自 YouTube 的网红叫 IceB， 他嫁到中方，我发现了，已经从北京、重庆最新到深圳啊，去那边买了3只手机。先来看看他昨天的画面。The best Chinese phones. Come on, come on. $3,000 phone is crazy. Hold on, wait, hang on. Let me see the camera. Hold on, let me take a selfie. That shit clear. That shit clear though. Hold on. Okay. $3,000 phone is crazy. It's a whole gaming PC for a phone is crazy. 然后他一次买了3只，其实不是只有买手机而已，他还去试搭车，然后呢一直在尖叫，为什么？因为他很担心。先来看这画面。We're in a car and it's sinking. Oh my God. We are really in a car and it's flowing in the car.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This car's not sinking. It's not sinking. It's not sinking and we're in the car. Oh my God. Oh my God. I'm scared. Hey, I'm done. I'm done. Hey, China got it. 有没有很激动？我跟你看他的影片，你就会一直跟着他情绪激动，因为他真的是很有这个情绪价值。好，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他到很多地方都会后空翻，结果这一次比较不一样，是他跟机器人一起后空翻。你看呢？他在介绍机器人的同时，就2个一起翻了，还发现说呢，不只是机器人，甚至呢他们还一起跳了舞。最后呢，来跳这个斧头舞的时候，跳到一半，机器人跌倒，他还赶紧去把它扶起来抢救他。这个其实呢，通通都在他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里面看得到。那也因为呢这一些画面，让大家呢看到说，哦，原来现在中方他们在发展，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水上漂的车子，然后包括了机器人，原来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些技术，还有呢，他们已经做得到这些事情，以及先前我们跟您讲过，他们的无人机可以送货，有没有？他现在就真的来体验看看无人机帮他送食物。By KFC! Yes! The drone delivery! Yes! By KFC really came! And the drone! Yo, China's different, yo! China's different! I got my food. I got my KFC! And the drone! 所到之处，好多人跟着他看，因为他那个情绪真的很满嘛。然后他还去看了无人机表演。这个无人机表演呢，他当时呢是在深圳，然后他就讲了无人机表演这个烟火秀、空中秀也太厉害了吧！非常的感叹说，深圳还真的就是一个科技之城。好，我们就要讲了，当习近平呢他一直喊说交流在民间的时候，这算不算就是一种交流在民间？但是在军事上面，其实双方是尬得厉害。来看到的是中方的6代机，目前呢又有一个新的名号出来了。先前成都这边生产叫歼36，而现在呢则讲了第2台的2代机应该非正式的被命名为歼50。至于歼50厉害在哪里？内部呢有可能有武器舱，甚至有各种的电光系统，还有 IRST 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双引擎之外，它其实还可以做非常多的
反击跟攻势。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当中方出现6代机的同时，它又某种层面上面卡住了它的稀土。英国这边呢，也卡住了相关的技术，好，包括了这个美国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材料的供应啊，还有定位的系统等等等。为什么英国也要来卡它？当然就是因为关税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就在讲，这其实某种层面上面也是在钳制他们的要害所在。因为呢，美国的逆中系统来自于英国，美国的稀土线下来自于中国。另一个部分则是，当美国很在意，他们重新要回到印太 ，Hexos 讲的回到印太，可是看到了解放军第2座的海外保障基地云壤港，现在有可能还要再盖一个，而且呢，这个规模蛮深的，因为呢，在这边地图上面来看，它就在泰国湾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切出来刚刚好呢，就在马六甲海峡以及呢，在整个南海的地方，就是过道的要害。所以呢，是不是这个地方反而让中方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做战略上面的布局，以及最后看到的是，中方现在也很罕见的，他们在进行大规模的飞弹试射，而且呢，这个是弹道飞弹，16枚一起试什么？是他们的这个反击雷达。第一，有没有办法侦测到，然后拦截到，而且呢是多段的拦截。这一件事情呢比较少见，原因是因为在做演习的时候，你比较少看到16枚的弹道飞弹同时在试你雷达的性能。那是不是表示他们的反劫的能力其实现在已经大大提升？回过头请教一下彬哥，你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甲亢哥啦，他其实现在真的每一个影片都是破100万的点阅。他光粉丝就3800万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破100万点阅？他随随便便都几百万点阅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他现在所到之处，因为他是直播嘛，所以他不管走到哪里，马上那附近人都会注意到，是就立刻跟过去看。那也确实他非常的戏剧化，也很有喜感。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他好像一点点事情就变得非常激动，然后也在那边用吼的，所以那你如果是在旁边看到观众，你自然而然也会被他吸引。那我觉得更好笑，他一面讲3000美元的手机实在太疯狂了，太疯狂了，然后他买了3只。对，那到底是谁比较疯狂，我就不知道。那当然。也因为他自己有这个网红特殊身份，那也有可能有人帮他安排，所以他能够见识到一些大陆很新的一些科技的进展，包括这个2栖的这个汽车，然后呢，这无人机的送餐啊，或者其他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他去跟机器人跳舞那一段。跟机器人跳舞那一段呢，大家记不记得之前宇树科技啊，他们在公布这些影片的时候，很多酸民不是讲那假的那动画，那不是真的机器人。那现在你自己看，那是不是真的机器人？它就是真的机器人。你不要告诉我这一段是 AI 做出来的，这个不太可能吧？那虽然它还是会有瑕疵，就是不小心会摔倒，可是你看它那个动作的流畅度，那真的是非常流畅。所以我觉得那个大陆在这方面进展真的是很快。那我们不是也号称自己要在台湾变成 AI 科技岛吗？那请问一下，我们的进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真的台湾要好好加油，不要每天只会当酸民啊。你看看人家确实是有在进步的。那大陆当然，它这几年我感觉上它有点科技大爆发的感觉，很多东西的速度一下子变得好快，包括6代机。以前恐怕很难想象，中国大陆居然会比美国先做6代机，这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结果现在中国大陆不但有6代机，而且还两架，一个成飞一个省飞，都各自做出不同的构型哦。那这个真的让人家觉得非常惊奇。那他为什么要叫歼50呢？我在猜哦，因为之前他们那个成飞那个叫歼36嘛，对，就歼36之后，美国就说我叫47 F47，加上所以比你多。对啊，虽然他们的理由是说是美国空军47啊，那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网络上为什么要叫它歼50？就是我还是比你大。这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因为不然他有什么理由叫歼50？不知道啊，我就好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网民在互别苗头这种味道。那当然，它的正式名称其实还没有出来。那我就觉得，当大家的科技都在进展的时候，台湾真的要好好加油。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好，所以我看到他所以是歼36是因为 F35，所以变歼36，是这样吗？不知道可是我想请教小舰长，当我们看到戈壁这边有大规模的飞弹试射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们的防御力提升？其实解放军在发展这一些军事装备的时候，它一直是矛与盾
同时发展。我们在珠海航展所看到的，多半是攻势的武器，但是也有守势的武器，例如说红旗19。红旗19呢，大家看到的都是陆上的装备，可是红旗19跟红旗9，因为我亲身去看这个展示啊，他们两个的尺寸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当他们两个尺寸差不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同时装进055的万吨驱逐舰？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了。其实055截至目前为止，大家对于它上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装备，它的装备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其实大家在外面知道的很少啊。那例如说，我们看到055这一次在戈壁大沙漠，它测试的就是 S 跟X 两种不同频段，X 频段呢，其实就是前面这两后面还有2个，一共4面盾，这就是我们讲到4面盾。是这个4面盾，其实它也就是广域的监视。那同时我们看到这上面这个红框，那红框里面它这个是 X 呢，它也是4面盾，它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体化桅杆的前后左右也有。其实它是更为高解析度的一个建立瞄准线，也就是导引飞弹用的。那这一个装置其实被放到了哪里？放到了戈壁沙漠去。然后解放军一次发射了16枚的那弹道飞弹，然后让这一个就是我们看到055万吨驱逐舰，它的这一个相位阵列雷达是不是能够锁定？然后它是不是能够发射飞弹拦截？那如果按照这一篇论文的讲法是全部都拦截了，那它用什么飞弹来拦截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它用的是不是就是红旗19？那或者还是有更新型的飞弹，只是它没有告诉我们，因为解放军通常它公布的那给我们的，也就是它现在的型号，但是它已经有一个新的型号在后面准备着。是，请教大使。那个甲亢哥哈，事实上蛮有趣的，他真的是引起一片风潮。我最近在看网络都是他的，觉得他真的很搞笑。不过他看到的很多东西，真的是美国人没看到的。第一个那个3折机的手机哈，那现在只有华为有。我看做手折叠机还有三星嘛，那三星根本就没有，它只有2折的。那美国的苹果还没有折叠机出来了，所以就变成3折机真的是只有中国大陆有，而且我们也看过很多了，我们很多人都有嘛，就是说它非常的薄啊，它这个3折起来哈，跟有些其他厂牌的2折是一样厚，所以这一点它真蛮厉害的，而且那个影像真的打开以后啊，真的像好像一个平面电脑一样。对这个我们现在耗费视力这么久的人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福音嘛。那另外，他跟那个机械人，我刚看那个机械人的舞蹈，真的已经有点韵律了。他那个有点像老黑跳的舞了，真的是不错的啊！真的这个机器人真的不错。那讲到这个沈飞的6代机啊，事实上它是最近它的第2次它的飞行又公布了，所以证明它事实上应该是在试飞阶段了。那这个飞机虽然它没有那个成飞的这个歼3类46那么大，可是呢，它是强调它的速度，然后它也是怎么样？它也是基本上应该算是无尾翼的，不过它是有一个可变式尾翼，它给它收起来后就变成无尾翼的，那就可以造成它的飞行速度可能会超过这个2倍音速。那它不像美国的这个 F-47那公布出来的一个成型机是有压抑的。根据外媒的报道，到底这个算式怎么算出来？为什么我们是32？为什么谁是20几？例如像日韩，感觉是帮着日韩来打台湾吗？川普这个说法是正用前所未见的方式恢复就业哦，跟商业哦，这是一场经济革命，我们终将胜利。坚持到底，他说，他知道并不容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历史性的，叫大家撑过去啦。但不是每个人都像马斯克，掉了1亿1兆的资产还可以撑下去啦。一般民众如果资产重挫了之后，还活得下去吗？华油就揭露了是在公布之前3个小时才算出来的公式。这个公式呢是用挑的
幕僚、经济幕僚拿了一堆可能的方案给他看，他挑2个变数最小、最方便的，直接来讲就是凭直觉，公不公平、合不合理、好不好算不重要，就是无论如何他想干就这样全凭直觉来做决定了。因此前总统奥巴马跳出来了，他说很难想象现在沉默的政党会容忍前者，就是现在民主党没有动作吗？会容忍前者做出相同的行为？现在光是表态是不够的，必须要真的做出点什么事情来，甚至可能要做点牺牲才能够抵制。这是什么牺牲呢？川普太狂了啦！华尔街寄出来这个2020年来最大规模的保证金追缴令，为什么呢？黑色星期一这2天一跌下来6.6兆蒸发的各个市值，很多家华尔街公司呢，银行做什么？他开始担心其他的这些基金、避险基金客户等等的你撑不撑得住啊？也担心公司行号可能没有办法做担保，所以直接在追加所有的报复性关税之后，追加各种的保证金，要客户加钱。这可能是雪上加霜，但也是银行要避险的方式。而川普呢的关税让自己的财政部官员也准备跳船了吗？现在传出来，因为这位还蛮算是资深的文官系统出身的财政部部长班森特他是因为一直想要阻止川普，但是呢，现在阻止不了，搞成这样。传出来说，他为了挽救名誉，有意要辞职转任联准会等等的但美国财政部长呢，他也说了保证川普会维持强势的美元政策。之前帮忙一起来做游说的时候，告诉大家，哎呀，大家不要抵制美国的最强硬的做法要等最后结论再说。但削弱美元这个说法，他倒是蛮极力出来帮忙说明的，因为美元现在已经不再是避险的工具了吗？每次如果世界动荡，不管是疫情或重大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买美元是王道，但现在却逆向行驶，被形容叫做避险龙头溃堤了吗？因为美元是数十年来这个避险货币的风头不在，大家这一次反而正在抛售，美元正在跌。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警告，美国通膨将会升高，这个可能要面对的是物价很高、成长疲弱的这个时期。原因是川普宣布的关税高出了预期，所以联准会对于如何因应关税冲击呢，是抱持着审慎的态度，因为联准会要确定一次性的物价上涨不会造成持久的通膨升高。因为联准会不急着要降息啊，川普不高兴，川普还要发文去施压，说这个会是联准会主席鲍尔降息的完美时机，他总是延迟。问题是现在鲍尔的被信任远高于川普吧？民众在华尔街包括好千起的示威已经在美国国内展开了，有大概光华府的部分就有10万人参与这次的示威，民众纷纷的表示关税造成的结果是很糟的结果跟想法，生活开支不断增加，担心新一轮这个关税真的实施的时候已经迫在眉睫，将会进一步推升物价。对于川普的不信任跟不满已经到达了高点，欧洲也是，欧美现万人反川普游行，伦敦、里斯本、巴黎、柏林数不完，很多欧洲的城市也出现示威潮。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没有人可以躲过这个川普的毒手吗？还有人群喊出来，放过加拿大吧，放过格陵兰，放过乌克兰吧，要川普赶快改变措施。但是反制川普的措施里，不管欧盟啊或各种的国家里，其中欧盟现在做出来叫做巴祖卡火箭筒这样的重型武器，精准打击，要用来打击美国吗？怎么说？就是认为通过打击美国高度依赖的服务领域，就像这个武器可能才会有效建立谈判的筹码。大家想尽办法要把本来跟美国合作的项目拿回来。那马斯克呢，更是其中也算是重灾区了啦，财富直接蒸发1兆，在这个股市跌的情况之下，他第一次过去对关税都不太评论的，这也是第一次评论而且批评了关税的官员，他们认为这个要求让美国跟欧洲实现零关税才是正道啦，他可能也很难批评什么。问题是特斯拉真的很惨啊，欧美持续下架特斯拉运动延烧，德国已经有7台特斯拉再次被烧，每天都有，单日已经超过200起的抗议活动，除了针对川普之外，就是特斯拉承受苦果。亮哥，我觉得
川普能不能撑得住啊，取决于衰退多早出现啊。因为目前我们看美国的股市就是跌20%就算进入熊市嘛，那现在就是10到20之间在修正啊。那目前已经逼近17了，所以恐惧到了极致啊。那共和党哦，昨天那个德州就是他的参议员那个 Ted Cruz 啊，他是非常挺川普的人啊。他昨天出来讲话，因为德州还是希望自由贸易嘛，然后他就说，这个关税的那个数字啊，我认为他是不以为然啊，就那个数字实在高到没有什么道理啦啊。比如说刚刚那个左老师讲到日本的车啊，你凭什么课日本车25%啊？日本的汽车进口税是0呢，你凭什么给人家加课25%？你是根据什么啊？我再跟你讲一个例子，你会更荒唐。欧盟平均税率是20啊，瑞士32。而瑞士为什么32？因为它出口到美国543，贸易顺差385，照算32，跟台湾一样。瑞士的进口关税是0哎。对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乱搞一通啦。那所以那个 Ted Cruz 他就讲，他说如果衰退真的在年底之前到啊，那共和党明年就不用选了，因为明年要期中选举。没错。那目前已经有2个共和党的参议员跟2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个法案，叫贸易审查法。那目前是不会过了，可是如果衰退越来越严重，搞不好会过哦，因为共和党可能会有人跳船哦。那这个法一出来，川普就没戏唱了。第一个是国会可以废除关税，那第二个是川普公布关税之后，必须在48小时之内到国会做说明，通过才行。要通过，要说明对产业跟消费者的影响。我跟你讲，这个才是釜底抽薪之道啦，就国会立法。可是目前共和党还不敢造反就说这个好像川普刚射箭嘛，那也要让他射歪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出来造反就有点这味道。可是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就很难做人了，对呀、因为他自己 run 一个基金那个基金大概5亿多美元那很多人就在说他说你当财政部长，你认为川普那个有道理吗？就他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华尔街的朋友了，你知道那昨天还有一个在伦敦的，这个比较有名的，叫潘兴广场基金，那个 Bill Ackman， 这个人也是很支持川普的他昨天也出来喊他说，我看这个要缓一缓吧，因为你这样一下公告，全世界地图炮。所有的人都要来跟美国协商嘛，你总要给人家协商的时间还有说我们美国公司要调整供应链，你也要给美国公司一点时间所以怎么可能4月9号就要实施呢？那个 Bill Ackman 就这样写那结果人家去查他的底他的基金从2月19号到现在跌了26%，好严重。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很现实的啦。那我认为根本性的就是共和党觉得他明年选得上选不上，因为川普不用选举了共和党的议员要选明年11月众议院是全部改选那根据美国的经验，只要进入衰退就是大屠杀，会输得一塌糊涂，至少输100席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力量可是现在共和党像Ted Cruz 这么大牌他也不要把话讲死，他还说，哎呀，可是我们现在改选，我们还是会赢可是明年我就不敢讲了，就是这样可是他是蛮大牌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市井那另外就是跳上中国车的有多少，比如说法国就跳出来了，那欧盟现在也跳出来了，就我们不屈服那不屈服的结果，也许就会导致，比如说左老师刚刚讲到日本，日本也开始观望看一看欧盟，就变成这样
周老师的确，像美国内部的抗议很多，我不知道华尔街金主给他施压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有多少。但是像欧洲哦，大家的抗议声啊，美国内这种民生上面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对，现在有2个这个官司，现在在佛罗里达州。这2个都在佛罗里达州是蛮特别，因为佛罗里达州是等于是在川普手上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深红州啊。那因为在高尔跟那个布希选的时候，这个布希是以非常些微的差距几百票拿下来的，现在变成深红州，所以好几个他的这个内阁官员来自佛罗里达州。可是这一次这个关税有2个官司在这里开始的，一个是一个联盟啊，叫做这个公民联盟。那他们新公民自由联盟，那么他们主要是针对就是说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这些商品课加关税，总统到底有没有这个权限？另外一个类似的，但是有一个个人，他是一个叫做这个 Emily Lay 那他是这个做文具的啊，叫做这个 Simplified。那他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你这个总统到底有没有这个权限？那所以其实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直指同一个问题，就是总统是有权利在这个国会授权下去进行关税减让的谈判，但是总统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能不能去做增加关税的行动？因为关税的权限根据美国宪法是在国会的啊，所以说这个当然在后续还值得观察啦。不过整体来讲，现在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可能会引爆最多话题的会在欧洲，因为毕竟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社会连带太密切了哦，所以比如像马斯克。他可能就要面临在欧洲，因为欧洲现在之前已经在讨论是不是针对他的 X 要罚款啊，对，因为很多美国大企业都有可能在欧洲面临罚款啊，因为像这个数位服务税、数位市场税、数位服务法、数位市场法，他们可能都是要管制这些平台公司他们在欧洲的经营，所以这些当然都变成是欧洲可以来跟美国谈判。当然现在谈到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欧洲的叫做反胁迫法。反胁迫工具，这个就是 ACI 啦。那 ACI 是在2023年通过的法案。这个法案当然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他说你可以用很多的这些政策工具，不管是关税也好，不管是罚款也好，或者是不只是针对国家还有针对这个国家给予特权的公司，这个国家拥有50%以上股权的国有公司，都可以进行这些报复性的行动。所以有一些在美国取得这个特殊地位的公司，比如像马斯克的公司，有没有可能就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威胁？那这个法案当然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由欧洲的这个执委会可以采取行动，但是它必须要经过欧洲理事会同意。它里头当然强调就是说，要65%的人口，55%以上的国家也就是说要将近15个国家。然后这个超过65%人口通过之后就可以使用，所以换句话说，有国家去背个，它还是可以过。但是当然，如果大国不同意，它就很难过。换句话说，如果现在像德国啦、法国啊、意大利、英国这些、西班牙这些国家群起而都出来反川普，那这个法案，那这个通过去授权去使用这个工具的可能性就很高。那未来欧洲，因为欧洲这么大的市场。它现在是美国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那所以它当然未来它要施行报复，对美国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机长，当然欧洲现在的反应还是除了法国最硬，其他国家还在争取谈判的空间。不过光是军事上用这个什么贸易火箭筒这个重型武器ACI， 接下来很多在军事国防武器上的零件可能会产生的这个抵制跟做法。他其实所有的反制，如果我这样讲，川普可能很单纯的想说，我用关税来打你，那你如果反制呢，你也用关税来打我，好比说我抽你这么高，你也抽我这么高，他的想法就这么单纯而已。其实他错了，因为关税美国的确是占据有利的，为什么？他进口太多了，他对所有国家都进口太多了，那因此他打关税他是占有利。可是你就会发现，所有国家跟他打的时候，对不起，都是组合拳，怎么会是单纯的这些关税呢？好多种的，我可以叫你反垄断，我可以禁止卖你什么东西，我可以禁止输出那个叫做什么稀土，它有太多的。然后今天我看到一个，我才发觉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大的一个美国的服务业你知道它的利润有多么的高，你知道吗？2024年
美国的服务业，服务业就是像什么旅游啦、金融啦、云端啦、AI 这些东西。2024年服务业的美国的贸易顺差是3000亿美金，那它还有一个数位产品是6000亿美金，你知道没有人对它征这个税。我举个简单，好比说你现在在台湾你有使用 ChatGPT， 一个月要缴20块美金嘛？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缴这个钱？这个钱缴他也没缴税。如果我们今天政府突然想说我们要对这个东西也征税呢，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好希望，这是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好希望现在立刻跳到1年以后。为什么？你知道？我非常非常好奇，川普这一次的这种这么激烈的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他这一次的速度、强度、广度，有史以来我们在人类史上大概都没有看到。他会成功吗？他会不会成功？其实他有2个关卡，一个是在国际，你看现在全世界有谁站起来狠打他一顿？只有中国，其余的大概都是半屈服。其实我跟你讲，他最困难的是在国内，他在国内，尤其是裁员啦，像现在抵抗反抗最多的，通通是在国内呀。他能够成功吗？我非常好奇。如果他能够成功，1年以后，他们共和党可能这个竞选又大胜，但是大家等着看。舰长想时间快转到1年后，但我上一节来宾说希望今天都不要过，因为他怕明天股市开盘。那个刚刚中东开盘了，继续补跌4到5%。哇，这都是重灾区，可以预期明天中东是第一个开盘的，所以刚才我们来宾不想要明天开盘啊，希望时间留在今天。那个刚刚也传了一个消息，说证交所正在研议要不要降幅减半。好，所以美国一连串的措施里头，影响当然非常的广泛。国防方面呢，这个关税大刀砍下来，美国连 F-47第6代战机都说惨了吗？英国可能会拒绝提供相关的关键技术。那因为英国其实虽然税率相对低一点，但如果他们抗议跟抵制之后，仍然所有知识产权啊、雷达这些材料，通通都会被扣下来。6代战机先卡了，港媒说中国管制的稀土影响就很大啦。这些山嘎特等等的7种稀土，直接都冲着美国这第6代机而来，还没有供应材料，还没开始起造，就直接被挡了。美国 F-35发动的这个违规使用中国大陆设备，这是美国国防新闻的报道啊。那现在呢，面对要用到大陆供应商的这些原物料怎么办？1个月之后，五角大厦宣布豁免，上一次豁免的这个各种磁铁啊，也说明美国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替代品。所以现在最重的这几个权里头，这项的稀土的措施就直接对国防有重大的这个重伤吗？那川普外交交易啊，有一个括号说，例如他要乌克兰的稀土嘛，要什么什么的，重到都在矿产啊。那现在最重要，美国面对大陆的这个措施，影响很多。不止如此，美国我们昨天就谈到了各种的措施里还要裁员之外，陆军兵力要减9万人，至少减了9万人，这个是国防部长宣布的预算要削减8%。那既然如此，所有的军力恐怕都受到影响，人才流失啊。官员还警告计划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之下，人才可能优秀的离开了，那我们的编制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极右派阴谋论认为，像国安局长这几天陆续几位重要的国安官员被突然裁撤，都是因为有被检举啊，所谓的极右派阴谋论人士啊，卢默啊，去川普旁边咬耳朵啊，说这些人不行啊，不好啊，等等的。所以川普听完之后，立刻就把他们开除了。那不仅国安局兼网站司令部的司令霍格被拔关，国安局的副手诺贝尔被撤换。至少目前为止，国安局有10名的职员，4名资深主管走人了。这种阴谋论啊，这到底是不是反而是影响了美国的国安影响力呢？那么大陆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也引起了美方很大的关注。但这个是中检在中国大陆在柬埔寨的云壤港，今天这个时间发布了联合的声明，就是挂牌了联合保障训练中心。这个港的挂牌呢，由柬埔寨总理亲自跟习近平也将这个月访问柬埔寨共同要来运用。为什么那么让美国也会担心呢？因为云壤基地啊可以停航空母舰，是东南亚心脏之地啊，足够停靠大型的海军2栖攻击舰、大型的水面潜舰。那所以呢，包括油料、医院、发电厂等等，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成完整的部署。所以这个海军基地的位置，在这么重要的关键地位里，正好可以让这个行经南海
马六甲海峡这个位置的升级改造，美国盟友都对此忧心忡忡，但川普现在还管得了这件事情吗？那澳洲呢？总理寻求连任，如果当选的话，他宣布要从路兹手里买回达尔文港经营权。那么，因为呢，达尔文港100%经营权已经租给蓝桥集团99年。那么，如果他当选，他说将会希望把控制权重回澳洲人的手中。澳洲选前的这个中资港口一度成为箭靶了哈，一样被攻击，就跟这个云壤基地一样，都是有战略意义。澳洲能不能做，也看接下来民意的发展。亮哥，我觉得这个稀土管制出口事实上已经陆续实施将近2年了。那美国的仓储不足，我觉得在今年就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你看，川普很急啊，一下要和格陵兰啊，一下要乌克兰啊，对，都讲稀土，对不对？表示他真的缺货了。那缺货就会导致他的逆中。不只是飞机哦，也包括潜艇哦，这个完工进度会严重滞后啊，所以甚至有人怀疑啦，说 F-35之所以交机变慢，可能跟这个也有关。那中国大陆这一波是又加了7种中重型的稀土了啊，因为我不是这种专家，我也不敢乱讲啊。可是它都是用在让那个金属可以产生新的性质啊，比如说。熔点变高或者硬度加大，那这个几乎都是用在很精密的这个都是军方居多了，军方居多了啊。那美国一下要找到新的供应的矿区，或者是加工提炼，其实加工提炼是非常困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掐到美国的脖子了。这个我认为。短期内他找不到招数了，那你以前承诺那么多订单，那怎么办？尤其是 F-35啊。那这个柬埔寨的云壤基地是这样，因为柬埔寨的宪法规定，它国内的港口不能够给外国使用嘛，所以我觉得中国跟柬埔寨有点在演一出戏了。我认为中国大陆来协建啊，如果他的海军不能在这里。停放久一点，那有意义吗？所以柬埔寨就故意那个首先进港的船是日本军舰，不是中国。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做给外面看哦，说其实我们没有跟中国签说要给他常用啊，可是大家都可以用，这样吗？不，因为按照宪法就是这样啊，是必须是主权所有，那不能够给人长期使用啊，那。可是你想一想嘛，这个地方谁有战略的需求？当然是中国大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管去印度洋，或者到越南这一端的南海，中国真的需要这里啊。因为中国目前的，比如说那个它比较近的到菲律宾嘛，可是到越南还是有点距离啊。还有那个马六甲海峡了，所以这个点对中国真的蛮重要的哦。事实上。大家担心的不是云壤的海军基地，是担心云壤再上去有一个空军基地，所以美国是盯得非常紧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柬埔寨跟中国大陆合作的新的云壤海军基地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到底影响会是什么？对，现在大家都关注这些港口啊。那柬埔寨这个军港，当然就是说美国盯得很紧啊，就像亮哥刚刚讲，包括后面的这个空军基地。当然，因为这两个柬埔寨在东南亚中间被认为是最亲中国大陆的啊，长期以来它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密切。那最近当然，其实两国的这个关系里头，可能最受到瞩目的还不是这个军港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做崇德福南运河，它是从这个湄公河要拉一条运河，直接到这个暹罗湾。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过去从金边要出海的话，它要走这个湄公河，可是走湄公河就一定要从这个九龙江三角洲，就是这个
胡志明市那边出去。那对于柬埔寨来说，他可能就觉得有一点绕路，他希望有一个他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这个航道。那所以他的总理公开说，这个运河未来49%是中国大陆出资，可是中国大陆就也没有去反对，但是好像也没有完全买单。所以这个大概未来双方可能真正要讨论的是这一块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中越关系，因为越南不希望柬埔寨有这样的一条运河，那这一条运河的出资也不会少将近150亿美金。所以未来这个运河大概会是两国关系很重点。再来讲到澳洲的这个达尔文港，其实达尔文原来是奥巴马时代要把美国陆战队在那里驻军的一个重点的这个军事基地啊。结果呢是在前任的政府，就是叫保守党的这个政府的时代呢，就把它租给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司。那现在为什么现在这个阿巴尼斯总理说他胜选要把它收回来呢？事实上也是现在保守党出来批评说，你这个怎么可以让他继续让中国的公司来使用呢？你应该要把它收回来。所以工党有一点这个不是你们做的吗？被动，那就是你们前任政府做的啊。不过他现在当然就是也详细的回应，就是说你可以发现到中国大陆的议题呢，其实往往在某些很多国家，它会变成是两党去竞赛，两党去比赛车。所以当然工党就变成说，他为了要先发制人，就说好吧，那我将来我就要把它收回来啊。所以这个大概会是很快选举之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新的话题。所以还很难说，到时候看政治局势的变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策划的这个人是叫做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其实台湾是有类似的机构，就是我们的国安团队。那这两个东西的头，就是台湾也一样，美国一样，那个头是谁？就是总统本人，他负责。那这个会议负责的基本上3样东西，第一个是军事，打不打仗，军事他负责；第二个外交；第三个情报，这是国家机器中的核心。所以当换总统的时候，你记住尤其换党的时候，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好比说这一次，如果万一是侯友宜当选，你认为我们国安团队有多少人会留下来？我看会全部换光的，因为换党会换很多。那他们这一次美国是一个换党，对不对？这第二个，我跟你讲，不单是换党，换人都会换。这次赖清德上来的时候接总统，到今天为止，国安团队基本上全都是蔡英文人马留下来的。那我做一个推测，赖清德是愿意让这些人在他身边监控他吗？我不认为。但是毕竟我们是同党的，你不要做得这么难看。所以我觉得一个叫做面子歧视1年。今年的520，大家试试看，满周年之后，所有蔡英文的国安团队还有多少人会留下来？这是一个观察指标。好，我要讲一下这个达尔文达尔文港这可能是竞选语言，